四皇巴基和路飞惨被自己人暴打，王者威名下却有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无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金。海贼王1086集动画已经更新，继上一集路飞霸气许下以四皇之名庇护和治国不受侵犯的诺言之后，我们难得体会到新皇草帽的惊人气场。结果当三船长赌气选择跳瀑布出海的起航方式，任你成为四皇又如何？乱来船长瞬间得到制裁。远远的，刚准备把新报纸送到桑尼号的送信海鸥，就被船上娜美怒喝吓了一跳。在同伴惊恐的注视下，女魔头娜美将鼻青脸肿的船长塞进铁笼，训斥他拿全船人的生命冒险，这是何等不负责任的行为。新入伙的圣平好心过来劝架，结果暴躁的航海王娜美秒变超级赛亚人，这股令海峡心界压迫感简直和正牌霸王色别无二致。还好船长乱来行为最后没有造成多大损失，桑尼号十分坚固，经得住高空坠落震荡，船匠随便修缮一下就可以了。铁布坦牢笼中的路飞饿得肚子咕咕叫，索隆又日常打起了盹，山之为女士送来茶点。罗宾第一个发现送信海鸥的到来，打开报纸后，罗宾惊讶出声，原来这份报纸居然包含了草帽一伙全新的悬赏令。伙伴们纷纷被吸引了注意，连索隆都被惊醒了，可还来不及仔细查看。为了躲开扑过来的厨子，历史学家手中悬赏散落一地，伙伴们自己拿到悬赏打开。首先的传译乔巴人被当作宠物，哪怕相比于之前的100贝利已经翻了10倍，可身处黄团却仅仅悬赏1000贝利，让驯鹿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看他情绪低落，罗宾温柔地拿起棉花糖奖励小船医打起精神。而考古学家恶魔之子尼可罗宾的悬赏高达9亿3000万贝利，这应该是考虑到他解读历史正文能力的特殊定位的报价。船匠弗兰奇的悬赏可谓是此次最离谱的，之前弗兰奇将军的照片，现在直接换成桑尼号了。弗兰奇桑尼号形态悬赏3亿9400万贝利，音乐家布鲁克悬赏高达3亿8300万贝利，可以悄悄庆祝一下。航海师娜美赏金涨到3亿6600万贝利，这么高的金额，属实让小贼猫眼馋。狙一手乌索普分明在和治国片没有太大战绩，谁料此次悬赏已经冲到5亿贝利，胆小他都快崩溃了。最后是山治索隆圣品的悬赏，击倒黄父亲的剑士悬赏11亿1100万贝利，曾是7海的海峡悬赏11亿贝利，战胜3灾厨子略输一筹，价值10亿3200万贝利。一看自己排在索隆和圣平之后，山治都快郁闷死了。索隆趁机狠狠嘲笑某位老四，两人由此打成一团。最后是关在笼子里的可怜巴巴草帽小子，作为新晋四皇，他的悬赏达到惊人的30亿。我估计世人怎么也不可能料想到30亿大海贼此时的凄惨模样。再来到前七武海千两刀划巴基的大本营，位于新世界的卡莱巴里岛，别说外人了，此时连巴基手下们也还沉浸在鹰眼老沙纷纷入伙的震惊中。正是这两位大佬到来，才化解了巴基火线被政府围剿的危机。如今于小弟们眼中，这就又成了巴基老大运筹帷幄、深不可测的表现。好笑是，事实和他们想象的相去甚远。在营帐深处，金皇巴基正被两位皇父揪着头颅狠狠蹂躏。说起来，巴基称皇完全是个意外，原来十字工会该是以老沙和鹰眼为主导，现在莫名其妙成了副手的沙俄和米霍克，只想狠狠弄死巴基，一起刷屈辱。堂堂四皇巴基为了活命疯狂道歉，连我能为大哥舔鞋软话都说出来了。眼见势头不对，跟着巴基享2年服的 Mr. 斯瑞毫不犹豫向老沙投诚，他的无耻当真让巴基叹为观止，又惊又怒。可是其他原巴基海贼团成员也没好到哪去，巴基老大完蛋了，我们还是跟着克洛克达尔混吧，只要管饭就行。说起来眼下荒诞一幕的由来，那么还得将时间拉回到政府围剿七武海的时候，鹰眼于克拉伊卡纳岛迎来海军庞大舰队的清算，关键时刻老沙联系到他，提出由两人建立一个让世界政府忌惮的新组织，毕竟你鹰眼以前可是被称为海军猎人的男人啊。最后米霍克同意了老沙提议，在巴基视角看来，当时正准备让小弟们顶住，自己偷偷开溜，谁知道海军舰队突然遭受沉重打击，远道而来的沙鳄鱼带好兄 Mr. One 一阵乱杀，摧枯拉朽化解了海军的攻势，这不禁让巴基小弟们想起了老沙的小丑小弟的传言。巴基表面上表示沙鳄这小子干得好啊，实际上都快吓尿了。事后老沙狠狠教训巴基时提到，整个巴基速地建立时的资金都由老沙赞助，如今债主上门催债，挥霍不断，巴基已然还不上钱。谈到2年前一起越狱的交情，老沙忍耐都快到极限了，我他妈要借你钱，就已经是看到交钱的份上。最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，巴基在沙鳄毒钩之下急中生智，讲出一个我帮你打工的妙计。巴基速地说到底并非一无是处，作为一个大型雇佣兵公司，他在广告设计、印刷、运输等方面建设十分完善。老沙闻言还能说什么？为了挽回损失，只得捏鼻子准了。可就连宣传十字工会建立这么件事都能出幺蛾子，巴基手上将巴基印刷在 C 位，还傻乎乎向巴基来邀功，交手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一夜之间，他倒成了四皇，鹰眼老沙沦为皇父。待巴基知道这件事，海报已经传遍世界，这彻底打乱鹰眼老沙的谋划。
甚至影响到了海军的判断。开会王布兰纽结合巴基曾是罗杰船员，曾是推进成越狱事件主谋，曾与四皇红发并驾齐驱等信号，将老沙支援卡莱巴利岛视为了入伙信号。考虑到地下世界不少组织已经和十字工会勾连在一起，布兰纽觉得新组织威胁极大，由此3位十字工会骨干新悬赏出炉，前期乌海沙鳄鱼不论生死，悬赏19亿6500万贝利；最强剑士鹰眼米霍克剑术更胜红发，悬赏达到夸张35亿9千万贝利，不论生死。最后作为两人的老大，巴结实力没有那么恐怖，但要能驱使2位强者影响力十分加分，就定为31亿8900万贝利吧，不论生死。总之3人悬赏加起来都快接近100亿，一时间分头无量。又有谁能想到先皇巴基之战大本营跟2位大佬疯狂道歉？万幸的是，最后鹰眼和老沙自己想通了，好像让巴基这家伙顶在前面也不错，名头什么的哪有在暗中运筹帷幄强？出于这种心态，最后巴基被推到台前，成了少数知情人外其他人眼中老大。迷弟们只看到小丑皇激动到落泪，殊不知那是憋屈绝望的嚎哭。以上就是1086节全部内容了，我是白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